球杆的真假你能分辨吗？如果这支球杆大圣说它是仿品，你信不信？大家好，我大圣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点干货。昨天啊，大圣的一个兄弟兴高采烈的找到我，他说呀，他捡了一个大漏，拿了一支 John Pace 的球杆让我看看，就是大家看到视频中出现的那一支。这一次啊，看到这批假货，不禁让大圣啊又想起了10年前的一段往事。大概是在2013年，香港的一位商人在内地呢，他开过球场，也当过球手，当时呢也算是小有名气。有一次啊，在广州的比赛，大圣呢还跟他同台竞技过。当时啊，他找到了内地的一位制杆师傅，制作了一大批 JP 系列、黑亨等顶级名杆，其中 JPP 做了300支 ，JPS 他们做了1000支 ，JPU 呢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大 U 做了25支。另外一款顶级名杆黑亨呢，他们仿了大概有400支。大 U 为什么仿的那么少呢？很简单，怕撞号啊。他们通过关系啊，找到了一批没有球杆的编号，而那批黑亨呢，正好没有编号，所以啊，他们做了400支，导致那一批黑亨的价格大跌。如果不太了解黑亨这个球杆的呢，可以看看大圣之前的视频。听到这个数量，大家有没有感到震惊啊？因为就这些名杆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过了2000万。但是不得不说，这一批球杆确实仿得非常之高明。说一下一些制作的细节吧。每一支球杆的铜头尾洞的维度都经过了精确的测量，保证啊与原厂做的一般无二。甚至那个黑亨球杆的铜头的材质在国内买不到，如果你要仿的话呢，颜色它还不一样。他们啊还从英国进口了一批材质一样的黄铜进行加工。黑亨的那个象牙牌，为了做到与原厂的一致，他们还找到了非洲象的象牙，专门只取原芯的那一点点，就是为了做到与原厂的一模一样。为了达到 John Pace 的那个硬度呀，球杆还要全部经过药水的浸泡。经过这一番操作下来呀，别说是普通玩家了，就是一般的师傅也无法分辨。这一批球杆当时有1/3呢卖到了国内，2/3销到了国外，但是最终大部分又通过返销的方式呢又回到了国内。那么这批高仿做得如此之好，咱们有没有办法分辨呢？当然有。下面呢，大圣就教大家3个方法。第一啊，就是打杆。仿品虽然有硬度，但是缺乏正品正直的那个弹性，感觉打出来的力度呢会比较死。第二呢，就是球杆的尾洞，仿品啊会有胶水溢出来的痕迹，虽然可以擦掉，但是你细看呢还是会看到残留物，而正品呢则没有。如果以上2点呢大家觉得过于专业，不太好判断的话呢，那么第3种方法则更加的直观，那就是球杆的坡度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球杆的身材。所有的这些顶级手工杆全部都是由人工一点一点的刨出来，而所有的仿品呢都是由数控机床打造的，所以你看到的仿品的球杆的线条就会很僵硬，而手工杆的线条呢就会很自然。这就是机雕跟手工的区别，一目了然。如果以上大家觉得很震撼的话呢，那么下面还有让大家更震惊的东西。当时啊，有一款日本的大头杆品牌卖得非常好，他们做了至少几千支的高仿流向市场。记住我说的啊，是至少。这批球杆呢做得更好，球杆的轮、牙口、接口、镶嵌跟正品做的是一模一样。所以啊，当这批球杆流向市场之后呢，才会有打球的球迷说，这个品牌的球杆老的好打，新的呢差点意思。那么这个球杆是不是就不能分辨了呢？大圣啊也教大家一个方法，那就是球杆的漆面。正品球杆的漆面啊非常的厚实，而仿品的厚度呢只有正品的1半不到。虽然看上去也挺亮哦，但是厚度不够，
所以说，很多懂行的器材商一看便知真假。今天呢，说到这些呢，教给大家一些辨别正品和仿品的一些方法。同时啊，也希望大家有一些小便宜啊，莫要贪。希望兄弟们都能买到自己称心如意的兵器。同时啊，也奉劝那些制假贩假之人，莫要再赚这些昧良心的钱。大圣今天呢，不提到你的名字，也是希望呢，你能够迷途知返。如果还在做的话，那就没有这么客气了。